飞龙斩乃江湖第一暗器，形状类似于回旋镖，镖头以龙头装饰，一旦出手，可在100步之外取人首级。劈树开时，寸草不生，杀人于无形，比血滴子还要厉害几十倍，是远距离作战的利器。这么厉害的武器，却被一张渔网给轻松破解了。司马俊是飞龙斩的唯一传人，也是奸相秦权身边的首席护卫。秦权陷害忠良，残暴不仁，为天下百姓所不齿。或许是老天开眼，秦权背上居然生了一个毒疮。几个月来，太医均束手无策，毒疮日渐恶化，王爷每天疼得死去活来。一气之下，将众太医全部斩首，又让杨总管去找太医院领班傅长春来给他医治。傅太医铁骨铮铮，嫉恶如仇，言辞拒绝，不愿奉诏。杨总管就命人强行将傅太医带到了王府。秦权深知傅太医不会屈服于武力，就使了一招苦肉计，一边假意要放太医回府，一边又痛苦的哀嚎。医者父母心，傅太医不忍见死不救，转身折回帮忙诊治。经诊发现，秦权所患是72毒疮中最厉害的一种，名为百鸟朝凤。毒生于骨而深入骨髓，如果没有千年生长的长生藤，7日内恐怕性命不保。然而此药十分珍贵，只有苍龙镇傅太医一挚友谭药师处藏有此药。随即修书一封，让他派人去取。因秦权恶名昭著，信中只能推说是太子生病，急需用长生藤治病。傅太医还嘱咐，长生藤取回后要用火烤焦，研成粉末敷于患处，3日内必有神效。但是这药一定不能潮湿，不然就会药性全失。就在傅太医走后，秦权却恩将仇报，命司马俊前去将太医斩杀。司马俊奉命追上傅太医，抽出飞龙斩迎面挥出，电光火石间就取下了傅太医的首级。秦权又将信交给了司马俊，命他快马加鞭赶往苍龙镇，替他取回长生藤，还答应事成之后就给他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杨总管表面向王爷提议，另派几人暗中监视司马俊，来确保万无一失，实则是想借机除掉司马俊，好争夺头功。杨总管召集了府中6大高手，许诺他们荣华富贵，让他们帮自己抢夺长生藤，对司马俊只说是做个接应。几人骑马很快来到了苍龙镇。谭药师是个隐士高人，未免人多误事，司马俊只带了2人去取药，其余人则在树林等候。在看到信后，谭药师就拿出了长生藤，就在准备递交之时，其中一人却说漏了嘴。谭药师一听是秦权要用，马上后悔，怎么也不肯交出灵药。司马俊见事情败露，只能上去硬抢，却不想3人竟不是谭药师对手，被一个个打倒在地。眼看硬刚是不行了，司马俊只能招呼2人先撤。可还没走出多远，司马俊回身抽出了飞龙斩，向着谭药师就抛了过去。被抛过去后，又抛出了另一个，两面夹击下，谭药师被取了首级。几人夺走了长生藤，砍了仆人2刀后离开了。谭药师的女儿小丽回家，看到父亲被害身亡，痛苦不已。仆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告诉他仇人的身份。另一边的树林里，几人会合，司马俊正教训多嘴的队友，无意中被铁二郎撞见。他与谭家相熟，一眼就认出了长生藤，觉得事有蹊跷，就施展轻功和铁指神功抢走了长生藤。铁指神功和飞龙斩本是司马俊师门的2大绝技，司马俊猜测夺药的一定就是同门师弟铁二郎。他让众人先去十里坡客栈，一个人来到了铁二郎家。二郎矢口否认偷盗长生藤一事，司马俊只能离开。铁母不放心谭药师一家，让二郎前去看看。就在二郎走后，司马俊在草丛中走出，想返回寻找长生藤。铁母听到动静，与他打了起来。司马俊使用飞龙斩杀死了铁母。经过一番寻找，终于拿到了长生藤。二郎来到了谭药师家，遇到了正准备去报仇的小丽。小丽告诉了他家中发生的惨剧，还没等2人离开，就发现了山下的司马俊。二郎发觉中计，赶紧赶回家中，却发现母亲已经遇害，长生藤也被抢走。杀母之仇不共戴天。二郎安葬好母亲后，就和小丽一同前往追杀司马俊。而抢回长生藤的司马俊回到客栈，却对其他人说并没有找到师弟，只有赶紧回去复命，再另外想办法，并顺手拿走了店里的一根萝卜。夜里几人各怀鬼胎，都不相信他没拿到长生藤，于是一场夺药大戏上演了。几人抢来抢去，一人还领了盒饭。
剩下5人这才发现争抢的竟是根萝卜，意识到上当了。此时的司马俊却骑马离开了客栈，众人赶紧分头去追，落单的一人被小丽击杀。第二天，二郎追上了司马俊，两人交手，二郎兵器接连被夺，落了下风。此时小丽也加入了打斗，2个打1个，司马俊渐渐有些招架不住，一路逃到了悬崖边。高手中的杀魔女也赶来了，3个打1个，逼得司马俊放出了大招，飞龙斩将石块打碎，司马俊趁机逃走。3人约法3章，一方报仇，一方领奖。他们决定合作，一起对付司马俊。杀魔女与其余人守在破庙，等到了躲雨的司马俊，并合力将他制服。司马俊拿出长生藤扔进了火里，众人以为长生藤已毁，却不知长生藤只有烧成炭才能使用。回到客栈的杀魔女知道上当，急忙返回破庙，却被司马俊抢先一步拿走。3人分头去追，小丽在路上救下了差点被轻薄的渔女。二郎和杀魔女也找到了司马俊，可飞龙斩威力太大，杀魔女使出了美人计，想偷飞龙斩，被司马俊识破。他拿出飞龙斩再次逃开。几人追至积水滩，长生藤遇水就会失效，他们准备将司马俊打到海里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谁也没讨到便宜。而司马俊因为着急赶路，忘记了傅太医的嘱咐，被逼跳进了水里，游过积水滩，找到匹快马，赶到了王府。当他把药倒出时，才发现药已经全部化成了水，如今以药性全失。秦泉也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，他大发雷霆，非要杀了司马俊泄愤。司马俊一路打杀逃出王府，正遇上二郎和小丽，使出了飞龙斩，铁棍铁环通通斩断，2人不敌，被司马俊逃脱。秦泉高价悬赏通缉司马俊，二郎和小丽也在到处找他。杀魔女告诉2人，双溪渔村地处荒凉，也许司马俊藏在那里。来到渔村，看着撒网的渔夫，二郎受到启发，想到了可以用渔网以柔克刚来破解飞龙斩。小丽还在这里遇到了之前被救的父女俩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大家日夜赶工，做成了一张张牛筋大网，布置在渔村周围，准备用来对付司马俊。没过多久，准备坐船离开的司马俊果然来到了这里。此时王府高手也全部杀出，将司马俊团团围住，一起对他发动了攻击。打斗中，杀魔女和杨管家纷纷下线，司马俊又使出了飞龙斩的绝招，在连续的攻击下，又有2人躲避不及，领了盒饭，只剩下二郎和小丽。2人拉下渔网，飞龙斩屡次被渔网弹开。司马俊发现问题，将木桩打断，2人相继被砍伤。最后2人撒下渔网，同时罩住，终于破解了飞龙斩，而司马俊也死在了自己的飞龙斩之下。最后所有反派的下场也正好应了那句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飞龙斩是一部1976年的早期动作片，故事线并不复杂，就是围绕取药而展开，中间夹杂着多个武器飞龙斩的场景，虽然没有特效的炫酷，却依然让人惊叹。演员中也有许多熟悉的面孔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出他们呢？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。感谢您的本次收看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哦。